如果你最近正在追一个天蝎，你大概遇过这种情况：昨天他还跟你聊到半夜，今天突然只剩一句前几天他还主动约你出去，见完面之后回讯息却忽然变慢，你开始疯狂回想，是不是自己哪句话说错了？是不是见面的时候表现不好？还是他根本没有喜欢你，只是刚好无聊？更靠北的是，就在你准备放弃的时候，他又突然出现，分享今天吃了什么，工作发生了什么，甚至开始关心你几点睡，让你完全搞不懂天蝎到底是在喜欢你，还是在拿你打发时间。其实天蝎在感情初期的很多行为看起来像忽冷忽热，背后却可能是在做同一件事，确认你值不值得信任。今天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一步一步拆解，从刚认识时的客套，到主动邀约，再到分享生活，交付脆弱，看看天蝎在喜欢上一个人的过程中，大脑到底都在忙些什么。观察期其实是在建立你的资料库。刚认识一个天蝎时，你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回复很客气，速度很慢，内容也不算多。你问他今天在干嘛，他可能隔了2个小时才回。上班，你分享一大串生活，他只回你一句哈哈哈。看到这里，很多人会直接判断他应该对我没兴趣吧，但对部分天蝎来说，这时候不一定是在拒绝你，他可能只是在观察。因为在还没确定你的动机以前，他不会立刻把真正的自己摊开。他会注意你找他的频率，你聊天的方式，你是不是只在无聊的时候出现，你会不会今天很热情，明天突然消失。他甚至会观察你对其他人的态度，你说过的话是否前后一致，你面对不同意见时会沟通还是立刻翻脸。这不是因为天蝎真的有什么超能力，也不是每个天蝎都能靠一则讯息看穿人性，而是很多防备心比较强的人在投入感情以前会先搜集足够的资讯。简单来说，你以为你们只是在聊天，天蝎的脑袋可能已经默默开了一个资料夹，档案名称就叫做这个人到底想干嘛，为什么不能一直追问。观察期里面最容易让天蝎直接后退的行为就是不断追问你在干嘛，为什么不回，你是不是不想理我，你明明有上线怎么没有回我。很多人会觉得我只是关心他，我只是想知道他的状态，但问题不是能不能问，而是你们现在的关系到底走到哪里。当信任还没有建立以前，过度追问在天蝎眼里可能不是关心，而是一种侵入。因为这个阶段的他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把自己的生活交代给你，你却已经要求他像伴侣一样报备，他很容易产生一种感觉，我没有熟到这个程度吗？所以想跟天蝎拉近距离，不是完全不能主动，而是要保留一点空间。你可以分享自己的生活，也可以自然地关心他，但是不要每一个问题都带着审问的味道。例如语气一直问你为什么都不回我，不如说你今天好像比较忙，忙完再回就好。真正让人感到安心的不是你追得多近，而是他知道即使没有立即回复，你也不会立刻爆炸。这对防备心比较强的人来说，反而更容易慢慢靠近你。天蝎主动约你代表什么？如果某一天平常回复不算积极的天蝎突然主动问你周末有空吗，先恭喜你，至少在这个阶段他对你的兴趣已经不只停留在文字里。因为对很多天蝎来说，聊天只是初步认识，真正的判断通常发生在见面之后。文字可以修改，照片可以挑选，讯息也可以思考很久再回，但面对面时，一个人的反应、态度和习惯很难完全包装。所以当天蝎主动约你，并不一定代表他已经认定你了，但至少代表他愿意花时间确认现实中的你是不是和聊天室里的你一样。而且很多天蝎对社交的需求本来就不高，不熟的人约他可能连衣服都懒得换，所以当他愿意把休息时间留给你，本身就是一种选择。但要注意，从确定邀约到正式见面以前，仍然可能是他的观察期。假如这段时间你突然开始情绪勒索，反复试探，或是说话让他觉得不舒服，
你很可能会收到一句最近有点忙，改天再约。这个改天到底是真的改天，还是下辈子就很难说了。第一次见面其实是一场面试，第一次和天蝎出去，你以为那是一场约会，但对他来说可能比较接近一场面试。当然不是说他会拿着履历表问你5年后的人生规划，而是他会透过互动观察很多聊天时看不到的事情。例如你对服务人员的态度，你有没有时间观念，聊天时会不会一直打断别人，遇到突发状况时你是抱怨还是能一起处理。他也会注意你说话是否尊重别人的界限，你提到前任时是平静整理，还是把所有错误都推给对方。因为天蝎选择一个人时通常不只是看当下有没有火花，他还会想这个人能不能信任，情绪稳不稳定，遇到问题会不会沟通，我们的价值观差距有多大。所以有些人第一次见面时明明感觉聊得很好，回家之后天蝎却突然冷掉，不一定是你不够漂亮，不一定是你不够幽默，也有可能是某个细节让他判断你们适合当朋友，却不适合成为伴侣。天蝎的分类系统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不是不喜欢你，只是你被放进了错的资料夹。第2次、第3次见面开始进入核心圈，如果第1次见面之后天蝎还愿意主动联络，甚至再次邀约，那代表你大概通过了第1轮观察。第2次、第3次见面，他不只是想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也会开始确认你们能不能长期相处。第1次见面大家多少都会呈现比较好的状态，但见面次数增加之后，真实的习惯会慢慢出现，你的情绪、你的耐心、你疲惫时的样子、计划被打乱时的反应，都会逐渐被看见。这个阶段天蝎也可能开始记住你的细节，你不喝什么，喜欢吃什么，平常几点下班，心情不好时会突然变安静，累的时候会少打一个表情符号，你可能自己都忘记说过，他却默默记下来。但这里要注意，记得你的习惯不代表已经准备跟你结婚，它比较像是你开始被放进他的生活地图，以前他只需要处理自己的行程，现在做决定时可能会多想一下，你那天有没有空，你喜不喜欢这间店，这件事会不会影响你的感受。这才是天蝎偏爱真正开始出现的地方，不是突然送你100朵玫瑰，而是他的生活安排里开始有了你的位置。安静的天蝎和很吵的天蝎，哪一个更喜欢你？跟天蝎相处一段时间后，你可能会遇到2种完全不同的状态。第一种是安静的要命，2个人坐在一起，他不一定一直说话，甚至可能各自做自己的事情。很多人这时候就开始焦虑，他是不是心情不好，是不是觉得很无聊，是不是后悔出来了。但有时候天蝎的安静反而代表他很放松，因为在不熟悉的人面前，他需要维持社交状态，需要找话题，需要注意对方的反应。但当他觉得你是安全的，沉默就不再尴尬，他不需要一直表现，也不用透过说话确认你们的关系，你们可以坐在一起什么都不说，他却依然觉得舒服。第2种则是吵死人的天蝎，工作发生什么事，路上看到什么东西，今天吃到一间很难吃的店，同事讲了什么白痴话，全部都想告诉你。假如平常不爱说话的天蝎突然在你面前分享欲爆棚，这通常代表他不只信任你，还很期待你的回应。因为分享的本质不只是传递资讯，而是他看到某件事时脑中第一个想到的人是你。所以安静的天蝎和很吵的天蝎，到底哪一个更喜欢你？答案是都有可能。安静可能代表安心，吵闹可能代表信任和兴奋。真正需要看的不是他说了多少话，而是他有没有持续靠近你，有没有把真实的自己放在你面前。忽冷忽热到底是不是在养鱼？接下来就是最多人卡住的一关，昨天还很热情，今天突然冷淡，前一天说很想见你，隔天却像人间蒸发，这到底是因为太喜欢，还是单纯在养鱼？我们先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忽冷忽热本身不能直接证明一个人很爱你。有些人冷热交替，
确实是因为害怕投入。当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在意，就会暂时后退，重新整理情绪。但也有些人忽冷忽热，单纯就是没有那么喜欢，想起你时才出现，时才找你，需要情绪价值时才靠近。所以不要因为对方是天蝎，就把所有消失都解释成他一定是太爱我了，所以害怕。那真的太方便了，搞不好人家只是在忙，也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在乎你。判断的重点是，他冷淡之后会不会重新建立连接，他是否会解释自己的状况，是否愿意顾及你的感受，以及这段关系里是不是永远只有你在等待。真正喜欢你但偶尔需要抽离的天蝎，通常不会让你无限期猜测，他可能不擅长解释，但至少会慢慢让你知道，最近工作很累，家里有事情，或是他需要一点时间整理。反过来说，假如一个人长期消失，回来也没有交代，只在自己需要时靠近你，那不叫天蝎是慢热，那叫做他没有好好对待你。不要拿星座替烂行为擦屁股，天蝎看了都想报警。天蝎开始分享脆弱，代表什么？天蝎可以分享很多生活，但分享生活和分享脆弱是两件不同的事。他可以告诉你，今天工作很忙，午餐很难吃，路上塞车塞到想翻桌，可是这些事情不一定碰到他内心真正害怕的地方。真正的信任是，他开始告诉你自己为什么没有安全感，曾经受过什么伤，最害怕失去什么，最近为什么撑得很累，甚至承认他其实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坚强。对很多天蝎来说，说出脆弱比说一句喜欢你更困难，因为喜欢可以收回，但一旦让你知道他的弱点，就代表他把伤害自己的方法一起交到你手上。所以当天蝎愿意跟你说心事，不要急着教育他，也不要立刻分析他哪里做错。有时候他真正想确认的是，当他卸下防备时，你会不会接住他。你可以先说我有在听，你最近真的撑很久了，你现在不想讲完也没关系。这种回应看起来很简单，却比急着提供10个解决方案更容易让人感到安全。但接住不代表拯救，你不需要成为他的心理治疗师，更不需要无限承受他的情绪。健康的信任应该是双向的，不是他把所有问题丢给你，然后要求你永远理解，而是他愿意坦白自己的状态，也愿意听见你的需求。真正难得到的，不是天蝎的喜欢，而是他的信任。所以，天蝎到底难不难追？其实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让他对你产生好感，而是让他相信，这份好感不会在投入之后变成伤害自己的武器。刚认识时，他会先观察你的动机，开始聊天后，他会注意你的稳定度，愿意邀约，代表他想认识现实中的你。再次见面，代表你逐渐进入他的生活圈，开始分享生活，代表他希望你参与他的世界。而当他愿意告诉你脆弱，才是真正把信任交到你手里。但不要忘记，星座只能提供一种理解人的角度，不能成为所有行为的标准答案。真正值得你珍惜的人，不管是不是天蝎，都应该愿意沟通，愿意回应，也愿意让你在这段关系里感到安心。因为真正的偏爱，不是让你每天猜他到底喜不喜欢你，而是让你慢慢确定，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把你放进他的未来里。如果你身边也有一位天蝎，你觉得他现在走到哪一个阶段了？是还在默默观察，已经开始主动邀约，还是分享欲多到快把你的聊天室淹掉？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别忘了订阅，我们下一支影片见。